哥哥去豪门派对给他庆生的第二天，金圈大小姐的私密照满天飞，大小姐一口咬定是哥哥干的，带人打碎哥哥全身的骨头，扔进海里喂鲨鱼。宋青瓷一纸诉状把飞扬跋扈的大小姐告上法庭，却被压了下来，只因幕后操控的人是权势滔天的道上大佬傅默生傅爷，也是曾爱过她6年的老公。宝宝，是你哥哥欺负嫣嫣在先，死有余辜，你别闹了。傅默生相信顾诗嫣的话，可他不信。宋青瓷披麻戴孝，抱着哥哥的牌位，连续直播99天，终于借助舆论把事情闹大。他向法院申请调那日游艇上的监控，傅默生却把他锁在地下室7天7夜，让他错过开庭。出来后，宋青瓷立即准备第3次上诉。当晚，傅默生就挖出他哥哥的骨灰，架在火上烤，威胁他签和解书。宝宝，你对嫣嫣的诽谤闹得太过了，再闹下去，小心你哥哥尸骨无存。傅默生把昂贵的雪茄随手扔在地上，修长的手指摩挲着他的下巴，眼神温柔，可出口的话却字字如刀，捅得他鲜血淋漓。宋青瓷死死盯着他。为什么？你忘了哥哥救过你的命吗？一次跨国贸易中，哥哥替他挡了50刀，昏迷了3年，他花几10个亿追捕到凶手，大卸8块。他说敢伤害哥哥的人就是他的敌人。傅默生不耐烦的，嫣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敢惹他的人我都不会放过，包括你和你哥哥。宋青瓷嘴里快要咬出血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。这个男人明明曾用命爱过他，6年前如果没有傅默生，他就会死在穷山沟里。他刚出生，父母就死了，是哥哥把他养大。为了赚钱，哥哥辍学去京北打工，由于身形出众，应聘上了傅爷的保镖。哥哥替他挡刀后，求傅默生接他妹妹来京北，于是他带人去了穷乡僻壤的山区，遇见了18岁的宋青瓷，刀尖舔血的他第一次见到那样清丽又纯净的姑娘，他对她一见钟情，当场表了白。宋青瓷却怯生生的不敢回应。傅默生决定把她带回去慢慢培养感情。这时村民们抄刀来阻止，女人在山里是稀缺资源，宋青瓷长得好看，他们觊觎了很久，打算轮流享用后再卖个好价钱。2伙人互砍了1天1夜，傅默生挨了30刀，才拼死把宋青瓷救出去。他奄奄一息，却还在哄她，乖，没事了。就是这一声温柔让宋青瓷沦陷了。傅默生痊愈后，他们结了婚。他教他用刀用枪，教他生存技能，教他要自尊自爱，逐渐让他从胆怯瑟缩变得落落大方。傅默生给了他最好的照顾，只要是宋青瓷的事，他从来不会缺席。宋青瓷很喜欢京北，他以为会和傅默生哥哥永远幸福下去，可是梦太美却易碎。傅默生阴冷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打碎了他的回忆。别拖延时间了，你哥哥可等不起。宋青瓷仍然抱有一丝幻想，觉得傅默生心里多少还对他有些情意。如果我不和解，你真会把哥哥的骨灰烧掉吗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，傅默生忍不住啧了一声。宝宝，嫣嫣替我挡了致命一刀，我答应陪她1年。我不是交代过吗？她是我的底线，任何人都要迁就她，可你怎么非要跟她过不去呢？顾诗嫣和傅默生是青梅竹马，在他身后追了10年，可他却和宋青瓷闪婚。顾诗嫣恨透了宋青瓷，找人绑架他折磨了10天10夜。宋青瓷永远忘不了那些打在身上的皮鞭。顾诗嫣甚至弄没了他第1个孩子。为此，傅默生和顾家翻了脸，用尽手段把顾诗嫣送进监狱蹲了3年。宋青瓷本以为顾诗嫣这个人会和山村里的噩梦一样彻底消失，直到1年前，傅默生把她带回来，当着道上所有兄弟的面说，未来的1年，嫣嫣会是所有人的大嫂，她的权力凌驾于所有人之上。全然忘记了顾诗嫣曾霸凌过他。宋青瓷哭着质问，傅默生却不在乎。道上最讲义气，我只是在报恩，宝宝别闹了，他不会影响你。宋青瓷哑然，他深知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，只能等傅默生还恩结束，可却等来了哥哥的死讯。他咽下苦涩，我签，你放过哥哥。傅默生摸摸他的头，这才是我的乖宝。他拿起骨灰盒，宋青瓷松口气，伸手去接。不！宋青瓷绝望大叫，疯了般往火里扑，却被保镖死死钳住。傅默生居高临下，睥睨着他。宝宝，你触碰到我底线了，这是惩罚。宋青瓷红着眼瞪过去，心疼得发颤。傅默生，我要离开你。就在刚刚，他对他最后的爱意，随着哥哥的骨灰一起化为了灰烬。瞬间，傅默生收敛笑容，神情冷得可怕。你走得了吗？你身上有我植入的定位器，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能抓回你，所以你只能乖乖的。宋青瓷寒彻骨髓，当初怕他被仇家绑架，傅默生才植入定位器，本是用来保护他的工具，如今却成了他肆无忌惮伤害他的底气。男人离开后，宋青瓷抱着火堆里的灰烬枯坐到天明，然后拨了那个未被傅默生监控的电话。沈哥，能不能帮我假死离开？想要不惊动傅默生活着离开，根本不可能，不如假死脱身，换一个身份继续生活。对方毫不犹豫。宋哥对我恩重如山，哪怕拼上我这条命，我也会带您走。沈哥曾是傅默生的心腹，不知为何闹掰了，独自去海外开辟新势力，得到他的承诺，必定事半功倍。不过夫人，您身上的定位器很棘手，我需要1个月时间才能复制出一样的。只要能离开，别说1个月，就算是1年，他也能等。宋青瓷给哥哥立了一个衣冠冢，他买了一壶烧酒，又在路边采了几朵野菊花放在墓前。到家时已是傍晚，顾诗嫣的笑声猝不及防传来，
富哥，轻点，弄疼人家了。她身穿超短吊带裙，胸前满是吻痕。傅默生捏住她的下巴，刚要吻下去，偏头看见宋青瓷时，神色一顿。宋青瓷没看两人，径直往楼上走，却被傅默生冷声叫住：“站住，给我过来！”宋青瓷迟疑了2秒，还是乖乖过去。傅默生在道上混久了，向来说一不二，最讨厌别人忤逆他。临走前不想生出事端，宋青瓷只好忍下来。可下一秒，傅默生命令他给嫣嫣道歉。宋青瓷死死咬住嘴唇，血腥味在舌尖蔓延。他竟然要他给害死哥哥的凶手道歉，他做不到。傅默生起身要发火，顾诗嫣拉住他：“好了，富哥，我不怪嫂子，你别逼他了。”男人在他的嘴角上啄一啄，哑着嗓子道：“还是嫣嫣懂事。”说完，他按住顾诗嫣加深这个吻，手不安分地往女人衣服里探，丝毫没考虑宋青瓷这个正妻站在一旁会有多尴尬。饶是已经决定离开，宋青瓷的心还是抽痛了一下。他想上楼休息，却被佣人拦住：“对不起，夫人，傅爷说顾小姐因您的诬陷受了惊吓，要在家住几天。他挑中了主卧，请您暂时搬去地下室。”宋青瓷笑笑：“没关系，他都不在意了。别说一间卧室，就连傅默生这个人，他都不想要了。”半夜，宋青瓷被惨叫声惊醒，听清是他的宠物狗后，宋青瓷疯了一般冲出去。熊熊，他阴毒的眼神让宋青瓷想起从前的噩梦。只因傅默生夸了一句他弹琴好听，顾诗嫣就用小刀割破他的手指，割了整整1000刀，害得他再也不能弹琴。宋青瓷应激性发抖。这时，熊熊又凄厉地叫了一声。宋青瓷强忍对顾诗嫣的恐惧，咬牙冲上去推开他，抱住满身是血的熊熊。顾诗嫣没想到宋青瓷敢对他动手，俏脸气得扭曲：“你个贱人敢推我，给我教训他！”宋青瓷眼前发黑，紧咬舌尖，逼自己不能倒下。门外传来一道阴冷的男声：“敢打我老婆，不要命了！”说罢，傅默生举枪瞄准那人的头，顾诗嫣立刻挡过去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富哥，是嫂子放狗咬我，姐妹们才替我出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留在这儿惹嫂子生气，我走。顾诗嫣刚迈出一步，傅默生就把他拽了回来。你是我的恩人，没人有资格赶你走。嫣嫣，这件事我会替你讨回公道。傅默生走过来，盯着熊熊，眼神冷得可怕。几乎是一瞬间，宋青瓷明白了他想干什么，吓得直摇头。默生，熊熊没有咬他。对，有监控，你去查监控。傅默生没理会他，薄唇吐出残忍的话：“宝宝，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。”宋青瓷哭着爬过去，抱紧狗的尸体，死死瞪着傅默生：“你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恨你。”当年第一个孩子被顾诗嫣弄掉后，宋青瓷得了抑郁症，傅默生买来熊熊哄她开心，在熊熊的陪伴下，她才渐渐痊愈。男人曾说：“熊熊就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会永远爱他。”可现在，只因顾诗嫣一句话，他就亲手杀了养了6年的孩子，连查都不查。宋青瓷用手替死不瞑目的熊熊合上眼，狗死的这一刻，他对傅默生的心也死了。宋青瓷哭得肝肠寸断，傅默生的有些心疼，下意识上前扶他：“乖，老公带你去上药。”却被女人面无表情推开了。傅默生有些窝火，还要说什么？宋青瓷看都没看他，抱着狗的尸体往外走，走到梧桐树下。平时熊熊最喜欢在那乘凉。宋青瓷用手扒了一个坑，把狗放进去，再用手埋上。孩子，走好。他掏出打火机，扔在木质的狗窝上。那个窝是6年前熊熊刚来时，傅默生亲手做的，每根木板都是他细细打磨抛光的，耗时10个月才完成。如今却在火焰中化为灰烬，就像他这6年的梦一样。紧接着，宋青瓷拿起斧头砍向梧桐树。这棵树是傅默生亲手为他种的，他说梧桐象征忠贞，就像他对他的爱永不凋零。可现在，他的爱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最后一斧子砍下，梧桐树断裂，宋青瓷心中的执念也被斩断。傅默生，从此以后我不爱你了。顾诗嫣说一句受了惊吓，傅默生就推掉几10个亿的交易在家陪他。他替他系围裙，把他抱在腿上，一勺一勺给他喂饭，饭后温柔地替他擦嘴，做尽了一切曾经对宋青瓷做过的事。这7天，他们明目张胆暧昧，可宋青瓷毫不在乎。他每天跪在蒲团上，给熊熊念经超度。熊熊的头七，宋青瓷念完最后一遍经，地下室的门被推开，傅默生搂着顾诗嫣走进来，淡淡开口：“把你的婚戒摘了给嫣嫣。”宋青瓷愣住，不可置信看着他：“傅默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男人却不以为意：“嫣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她的要求只要我能付得起，我都会满足。”宋青瓷死死攥紧拳头，掌心几乎掐出血，多荒唐啊！他手上的钻戒是傅默生亲手打造的，世上只此一枚。当时他宠溺地给他戴上。宝宝，你是我唯一的爱，只要我们还相爱，你就不许摘下来。宋青瓷很听话，这6年，哪怕是手指受伤、缠绷带时，他都没摘下来过。他以为他们会永远相爱，他以为永远不会有摘下的那一天。可如今，他为了讨好别的女人，竟逼他摘下婚戒。宋青瓷突然笑了，笑傅默生的誓言太短，笑他的爱逝去不复返。好啊，宋青瓷淡淡的道。傅默生一愣，没想到他这么痛快答应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喉咙发紧，下意识阻止：“宝宝，你别。”下一秒，宋青瓷摘下婚戒，往地上一扔：“一个二手货，想要的话自己去捡。”说完后，径直往外走。宝宝，我就是太宠你了，
把你惯得无法无天，竟敢当着我的面放肆。管家递来布满倒刺的木棍，那是用来惩罚犯错下属的。傅默生举起棍子，冷冷说道：道歉。我说过所有人都要尊重嫣嫣，你也不例外。宋青瓷身上颤抖，傅默生对顾诗嫣的偏爱竟到了这种程度，他倔强的泪眼看着男人。我没错，我不道歉。顾诗嫣抱住男人的胳膊，哭道：傅哥，嫂子只是看不惯你对我好，并不是故意忤逆你的，你别怪嫂子。第一棍，宋青瓷挖得吐口血，恍惚记起6年前初见时，傅默生摘下路边的野菊，单膝跪地。小妹妹，哥哥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那时他眼中满是真挚。第二棍，宋青瓷眼前一黑，几乎疼晕。他想起5年前仇家绑走他，威胁傅默生自断双腿，他连眼都没眨，就朝自己挥刀那时，他那样义无反顾爱他。第三棍，宋青瓷疼得彻底失去意识。昏迷前，他似乎看见结婚时的傅默生，他流下了欣喜的泪水，发誓说：宝宝，老公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可是他食言了，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把他打得体无完肤。宋青瓷在床上趴了7天，才勉强能下地。刚走到院子里，就看到顾诗嫣笑着走过来，脸上是胜利者的傲慢。他挑衅地晃了晃手指上的婚戒。现在傅哥的身和心都在我这里。宋青瓷面无表情。你要他，那就给你。顾诗嫣愣了一下，随即一巴掌甩在宋青瓷脸上。贱人，傅哥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你这个狐妹子勾走了他。宋青瓷的平静让他气急败坏。顾诗嫣又扬手，余光看见正往这边走的傅默生，他猛地摘下戒指扔到水里，然后扑到男人怀里大哭。傅哥，嫂子欺负我，他扔了你送我的婚戒，他说我不配。瞬间，傅默生眼中升腾起怒火。宋青瓷，不跟我解释。宋青瓷直视男人的眼睛，淡淡的说：我说的你会信吗？傅默生勾唇冷笑：不信，我只信嫣嫣。宋青瓷被推进水里，去捞戒指，黑暗寒冷瞬间吞噬了他。傅默生抽干了别墅所有的池塘，直到1年前，顾诗嫣说想养荷花，傅默生就破了例。宋青瓷快要窒息了，他拼命往上游，好不容易游上岸，却听见顾诗嫣的哭声：傅哥，嫂子好像不愿意。由不得他。男人冷漠的声音将宋青瓷宣判了死刑，他吩咐保镖用竹竿把宋青瓷打下去，后背还没愈合的棍伤又被打裂，在冷水的浸泡下，疼得宋青瓷浑身麻木，可身上的痛远不及心痛的1/1000。傅默生，我后悔爱上你了，我好悔啊！宋青瓷昏迷了3天才醒，旁边伺候的佣人松了口气：夫人您终于醒了，3天前您沉底后，傅爷吓坏了，他拿枪指着医生，要是救不回你，就让我们所有人陪葬。佣人说傅默生有多紧张他，有多爱他，可他再也不会信了。要是真爱他，会明目张胆把霸凌女带回家；要是真爱他，会亲手杀了他视为精神寄托的狗。傅默生，你别骗我了！打发走佣人后，宋青瓷开始写遗书。傅默生，等你拆开这封信时，我大概已经不在了。他和傅默生约定，每年都会给对方写情书，等结婚纪念日那天一起拆开看。他们一起写了5年，自从去年顾诗嫣救了他开始，傅默生再也没有写过。而宋青瓷写的999封情书，他一封都没看。宋青瓷把写好的遗书放进盒子里，然后把情书一封封烧掉。烧完到最后一封时，傅默生闯了进来，他瞳孔骤缩，往火里扑，却晚了一步。宝宝，为什么要烧掉情书？看着他手上烫出来的血泡，宋青瓷平静地说：旧了，我写了新的。傅默生松了口气，压下心中的不安，刚要去拆，宋青瓷拦住他：等结婚纪念日再看。纪念日就在他假死后的第3天，结婚7周年，他要送傅默生一个永生难忘的惊喜。听说今晚的拍卖会有哥哥的子弹壳，宋青瓷带上黑卡赶了过去。刚落座，傅默生就带着顾诗嫣坐到他旁边。男人替顾诗嫣整理碎发，眉眼间的温柔与从前对他一般无二。眼看着两人的唇越来越近，即将吻在一起，宋青瓷轻咳一声，傅默生顿住。这时他才发现旁边坐着的人是宋青瓷，他表情闪过不自然，下意识想握他的手，却被宋青瓷躲过了。如今傅默生满心满眼都是顾诗嫣，哪里还看得见他？第一件拍卖的就是哥哥的子弹壳。顾诗嫣挑衅地看了宋青瓷一眼，跟傅默生撒娇：傅哥，我想要。傅默生几乎没犹豫：好，嫣嫣，无论什么我都买给你。宋青瓷掐紧手心，强压下翻涌的情绪，软声哀求：默生，这是我哥哥的遗物，可不可以？傅默生没等他说完，冷声打断：宝宝，你又不乖了。我说过多少次，嫣嫣是我的恩人，这1年我会满足她的所有要求。宋青瓷继续挣扎，可是……傅默生语气愈加不耐烦：行了，你别闹了。拍卖师开始喊价，傅默生立刻举牌：500万。宋青瓷的手心快要被掐烂，眼中闪过一抹决绝。下一秒，他起身，做了一个点天灯的手势。点天灯意味着无论价格多高，这件拍品他都包了，上不封顶。顾诗嫣脸色一白：傅哥，这个我真的很喜欢。傅默生没好气地看着宋青瓷：大话说过头了，等下没钱付款可别丢脸哦。宋青瓷没理他，走下台刷卡交易。傅默生坐直身子，才想起他送过一张无限额的黑卡给他。傅默生危险地眯起眼。宋青瓷刚祭拜完哥哥，就看到手机上的推送：傅爷小娇妻的999张私密照将在今晚压轴拍卖。
宋青瓷浑身血液瞬间凝固，那些照片只有傅陌生有，这是他对他的报复。宋青瓷返回拍卖场，一抬眼就看见男人坐在高台上，漫不经心朝他笑。傅爷，您真舍得，从前有个兄弟看了嫂子一眼，你就挖了他的眼睛，今天怎么舍得把嫂子私密照拿出来了？傅陌生笑得残忍。谁叫他把妍妍惹哭了，这是惩罚。宋青瓷的心脏中似乎有一把钢刀在搅动，疼得他几乎窒息。就因为顾诗嫣，他就要把他的私密照给所有男人看。明明从前他占有欲很强，只要有男人看他一眼，他都要把他锁起来，霸占一天一夜，一遍遍说：宝宝，你是我的，你的身子只准给我看。宋青瓷死死咬住唇，强迫眼泪流回去。他麻木地走进去，在男人们恶劣的目光下，一次次按下竞拍器，每按一次，心就冷一分。按到最后，他那颗曾经深爱过傅陌生的心也彻底死了。他面无表情走到男人身边，满意了吗？傅陌生看了一眼他惨白的脸，勾唇一笑，抱歉，还没有。很快，宋青瓷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竟然停了他的卡，他付不了款，只能任由私密照流出。他难以置信看向傅陌生，眼中满是绝望，男人却冷笑勾唇：宝宝，不让你知道忤逆我的后果有多严重，你怎么能学乖？宋青瓷心如死灰，痛苦地闭上眼，他以为已经结束了，没想到这才只是开始。傅陌生竟然还把他在穷山村时不堪的过去尽数发到网上。宋青瓷生活的山村是一个拐子村，他是跟着妈妈一起被拐进去的，他亲眼目睹了妈妈被村民侮辱致死。来京北后，傅陌生曾找过无数的心理医生帮他治疗，花了6年，他好不容易从过去走出来，结果她的老公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，竟然把她心底最隐秘的伤痛揭开，给所有人观赏。宋青瓷的创伤性应激障碍发作，她跪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息着，全身剧烈颤抖。人们对她的议论越来越恶劣，宋小姐竟然在那种肮脏的地方长大，怪不得能勾到傅爷呢。一幕幕都被傅陌生尽收眼底，可他只淡淡看一眼，就牵着顾诗嫣离开了，任由众人羞辱宋青瓷，没回过一次头。宋青瓷不知道如何回到家的，她疲惫地躺在床上，眼中灰败，抑郁症的躯体化折磨着她。这一刻，她好想一死了之。电话响了好几声，她才接起来。夫人，您假死的尸体已经安排好，等半个月后定位器做出来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听到沈哥的保证后，宋青瓷的情绪才好转。她盯着天花板，内心渐渐坚定，不，她要活着离开这里，她不能为了傅陌生那种渣男去死，根本不值得。管家说有个慈善晚会，她必须出席。刚到会场，就有男人过来搭讪：傅太太，你的私密照我都看了，顾小姐说你很便宜，100块就能包1晚上。宋青瓷浑身发抖，滚！可男人直接抱住她往楼梯间拖，宋青瓷挣扎不得，衣服被粗暴地撕开。这时，傅陌生愤怒的声音响起：你们在干什么？男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傅爷，是您太太勾引我，她说凭什么只许您找顾小姐，她就不能找男人，她让我睡她，来气您。傅爷，我不敢骗您，在我之前，太太找过很多男人，我是她的第100个。顾诗嫣垂眸，眼中闪过狠毒，恰好落到宋青瓷眼里。电光火石间，他明白了这是顾诗嫣的阴谋。陌生，是顾诗嫣陷害我。可下一秒，肚子一痛，他虽然在笑，眼中却满是杀意。顾诗嫣惊呼一声：傅哥，嫂子下面流血了，她该不会被人弄怀孕了吧？傅陌生的笑容越来越扭曲，牙根快要咬断。宋青瓷被拖回家，医生战战兢兢替他诊断。半个小时后，颤抖着开口：傅爷，太太的确怀孕了。傅陌生一脚踹翻茶几，捏住宋青瓷的下巴，恶狠狠地问：谁的？宋青瓷也很意外，望着男人吃人的眼神，他知道这种事必须说清楚。你的，应该是3个月前在花园那次。可话音刚落，重重的一巴掌落在脸上，傅陌生力道极大，宋青瓷嘴角被打得渗血。男人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：还敢骗我？我跟你玩事后都给你注射避孕针，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？什么？宋青瓷震惊不已。这时，顾诗嫣开口：傅哥答应陪我期间不会让你怀孕，所以嫂子，你的孩子绝对不可能是傅哥的。傅陌生，你对顾诗嫣真的只是报恩吗？全程，傅陌生都紧盯着宋青瓷，看到他那副空洞的模样，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。突然，他大吼一声：够了！他走向宋青瓷。这时，顾诗嫣惊呼：傅哥，我晕血！然后直挺挺倒下。下一秒，男人立刻抱起他往外冲。傅陌生前脚刚走，宋青瓷就摔在地上，下身血如泉涌，剧痛铺天盖地袭来，腹中疼如刀绞。他哀求佣人送他去医院，可没有傅陌生的命令，没一个人敢管他。宋青瓷咬紧唇，不，他不能死在今天，再有半个月就能离开了。他艰难地往别墅外爬，拖了一路的血痕，最后是路人帮他打了120。对不起，宋小姐，您子宫被打烂了，必须全部切除，哪怕再早来1分钟都能保住子宫。哎，宋青瓷躺在手术台上，惨白的灯光刺得他眼睛酸痛。许久后，他释然地笑了，反正他不打算再跟任何人结婚，有没有子宫都一样，余生他要为自己而活。1周后，宋青瓷刚出院就被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围住。傅太太，您说过会一辈子资助我们，怎么把基金卖了？宋青瓷想帮助跟他一样出身不好的贫困人士。
傅默生特意替他设立了这支基金，名叫爱慈。他打给傅默生，你把爱慈卖了？傅默生不以为意。嫣嫣看中一件衣服，对方点名要爱慈，宝宝别那么小气。宋青瓷质问，你还记不记得爱慈意味着什么？不就是一支基金吗？傅默生显然不耐烦。还有1周，我对嫣嫣的1年之期就结束了，到时候我再帮你买回来。后面的话，宋青瓷听不下去了。我永远忘不了6年前，傅默生郑重地跟我说，爱慈是你我的心血，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，就算将来我破产了，都不会卖掉它。现在为了顾诗嫣，他把他们另一个孩子爱慈也卖了。傅默生啊，傅默生是你亲手斩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牵绊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。3天后是宋青瓷的生日，许是感觉到他心情不佳，傅默生要替他大办宴会。生日当天，傅默生安排了无人机表演，玫瑰花瓣铺满现场，各大奢侈品的包包和衣服堆成山。可宋青瓷连看都没看一眼，傅默生从身后环住宋青瓷的腰，宝宝别想那个野种了，开心点儿，等我和嫣嫣的1年之期结束，我跟你生孩子。傅默生不知道，那个被他杀死的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。宋青瓷做了亲子鉴定，并给医生一大笔钱，在他死后，亲子报告会寄到傅家。傅默生，如果将来你知道了真相，你会后悔吗？傅默生还想说什么，一个合作商叫他过去。他前脚刚走，顾诗嫣端着酒杯过来。宋青瓷，是我买通医生换掉避孕针，然后找男人诬陷你出轨。本来我后面还准备了许多手段，没想到傅哥轻易就信了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你在傅哥心中就是个烂货。宋青瓷手指发颤。就在昨天，沈哥寄来一个纽扣摄像头，刚好我今天戴在了身上。顾诗嫣以为宋青瓷被刺痛，更加得意。你不是一直想调查你哥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私密照的事就是我故意陷害你哥，所以把他扔下海之前，我告诉他，我很快就会送你下去。话音刚落，顾诗嫣忽地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下一秒，傅默生阴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宋青瓷，你又欺负嫣嫣。我没有。傅默生叫人按住宋青瓷，眼神危险。我都看见了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他是我的底线，你再敢惹他，我要你100倍奉还。宋青瓷拼命挣扎，声音嘶哑。傅默生，你真是眼盲心瞎。傅默生低头给顾诗嫣涂药，保镖手像铁钳一样制住宋青瓷，宋青瓷拼命去躲，却根本逃不掉，一个接着一个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比暴雨还密集。宋青瓷耳边嗡嗡作响，脸颊火辣辣的疼，可他却死死咬着牙，不让自己吭一声。给顾诗嫣涂完药后，傅默生随口问道：打了多少个？99个。傅默生眯着眼笑道：那就凑个整吧。最后一巴掌落下，宋青瓷被扇倒在地，哇的吐出一大口血，他脸颊红肿，嘴角开裂，满脸泪痕，看上去狼狈极了。可是他却在笑。还有4天，这种痛苦的日子就结束了。而他在此之前，竟然意外得到了哥哥被杀的证据。顾诗嫣，我会让你血债血偿。宋青瓷对着镜子给自己上药，镜子里骇人的伤口，就像他和傅默生再也回不去的曾经。他提取出纽扣摄像头里的视频，发给沈哥备份一份，以防万一。沈哥打来电话：夫人，您的假死安排为自杀如何？地点在。好，4天后我去找你。傅默生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。宝宝，你要去哪儿？宋青瓷猛地挂断电话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傅默生冲过来，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检查皮肉里的定位器，确认没有异常后，傅默生松了口气。大概是他多心了，有定位器在，宋青瓷就算跑了，他也能把他抓回来。傅默生抚摸他红肿的脸，笑着说：宝宝，别怪我，都是你不乖。宋青瓷躲开他的手，却被他一把捏住下巴，巨大的力道掐在火辣辣的伤口上，脸上好像有1000万根针在扎。宝宝，再有7天，我和嫣嫣的1年之约就结束了，那天刚好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傅默生眯着眼：别惹我不高兴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保证咱们会回到从前。宋青瓷垂眸，把情绪藏到眼底。傅默生，你凭什么以为伤害我这么多后，我还会愿意等你，还会愿意跟你回到从前？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了。转眼间到了离开那天，宋青瓷去找沈哥会合，可刚出门就被人迷晕。再睁眼，他在一个废弃的仓库，旁观绑着的人是顾诗嫣。宋青瓷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看到顾诗嫣和绑匪的互动，宋青瓷明白了，绑架是他策划的。宋青瓷扭动手腕，麻绳勒进皮肉的疼让他清醒几分。顾诗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沈哥今天就要带他离开，他绝不能死在顾诗嫣手上。顾诗嫣笑道：你猜，在傅哥心里谁更重要？宋青瓷闭上眼，这个问题其实他也想知道。下一秒，傅默生踢门进来，顾诗嫣哭得梨花带雨。傅哥，救我！而宋青瓷静静地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绑匪拿刀一左一右架到2个女人脖子上，傅爷只能2选1。傅默生眼神狠厉，我要是都要呢？绑匪把刀往前送了送，2人的脖子上瞬间被划出血痕，这可由不得傅爷。傅默生攥紧拳头，眼中犹豫不决。这时，顾诗嫣大哭：傅哥，
我本来不用被绑架的，绑匪只要付太太，是嫂子说出我是你的恩人，2选1也是他跟绑匪提的。他说他要试探你的爱。瞬间，傅默生周身戾气横生。宋青瓷，我说我爱你就是爱你，我对你的爱毋庸置疑，但是你不该用伤害嫣嫣的方式来试探我。既然你想玩游戏，那么听好了，我选嫣嫣。说完后，他冲过去解开顾诗嫣的绳子，擦干她的泪，把她抱在怀里轻哄，甚至没往宋青瓷这边看一眼，仿佛被刀抵着脖梗的不是他的妻子。宋青瓷不哭不闹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他突然笑了，笑容中是无尽的讽刺。傅默生，这就是你说的爱？爱我会无条件相信别的女人，爱我会置我的生命于不顾，你自己听听，你信吗？傅默生越过宋青瓷，看向绑匪。不管你背后的人给你多少钱，我出双倍，把我老婆关在这里3天，帮我管教一下，但是你不许动她一根头发，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，打横抱起顾诗嫣离开了。傅默生在道上当爷当久了，习惯发号施令，也习惯小弟们对他言听计从，但他忘了，不是所有人都图钱。傅默生刚走，绑匪就揉着下体狞笑着朝宋青瓷走来。傅爷当我是傻子不成？守着这么一个大美人，怎么可能忍得住？真想玩你3天，可惜顾小姐说今天必须杀了你。我是顾家的雇佣兵，不能不听。绑匪伸出腥臭的嘴亲过去，下一秒喉咙剧痛。这么多年，众人那声大嫂不是白叫的。与此同时，沈哥推门，抬着一具自杀的尸体进来。宋青瓷操作手机删掉了后半段视频，然后把纽扣摄像头别在尸体衣服上。沈哥，3天后把我的尸体和摄像头一起送到纪念日会场。他要让傅默生知道他是如何为了包庇杀人犯而伤害他，他要让他知道顾诗嫣是如何欺负陷害他，他要让他知道当他为另一个女人弃他而去时，他被歹徒凌辱后自杀，被他抛弃的这天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他要傅默生余生都活在悔恨与内疚之中，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最后，宋青瓷面无表情挥刀剜出了打进手臂里的定位器，他终于自由了。6年前傅默生跪下求婚，要把他刻进生命里，而如今他亲手将他从生命中剜去。傅默生，你再也别想找到我，此后余生我们再也不见。他要让傅默生知道他是如何为了包庇杀人犯而伤害他，他要让他知道顾诗嫣是如何欺负陷害他，他要让他知道当他为另一个女人弃他而去时，他被歹徒凌辱后自杀，被他抛弃的这天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他要傅默生余生都活在悔恨与内疚之中，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最后，宋青瓷面无表情挥刀剜出了打进手臂里的定位器，他终于自由了。6年前傅默生跪下求婚，要把他刻进生命里，而如今他亲手将他从生命中剜去。傅默生，你再也别想找到我，此后余生我们再也不见。傅默生抱着顾诗嫣冲进医院，女人脸色惨白，眼睛紧闭，口中不断喊自己的名字。在人前嚣张跋扈的大小姐，此刻竟像是朵柔弱的小白花，好像6年前的宋青瓷。那时他把她从穷山村里救出来时，她就是那样的脆弱易碎。医生，快救人！傅默生慌张地冲进急诊室，险些被门槛绊倒。医生查看一番，恭敬道：“傅爷，顾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惊吓过度，一会儿就能醒。”傅默生呼出一口气，顾诗嫣没事就好。他想起了宋青瓷，刚刚他说的都是气话，他本来是想选宋青瓷的，没想到他那么不乖，所以打算教训教训他。现在气消了大半，傅默生想接他回来，他怎么可能放心让他在绑匪那里待3天？他给手下打电话，去城南江边的废弃仓库，把你们大嫂接回来，按照定位器去找。傅爷，是哪个大嫂？傅默生眉头紧皱，不明白为什么手下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。当然是我老婆。这时顾诗嫣醒了，正在病房里喊他：“傅哥，我脖子好痛。”看着女人脖梗上缠着的染血的纱布，傅默生眼中闪过心疼。我去帮你找医生拿点止痛药。他前脚刚走，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起来。顾诗嫣接通：“傅爷，不好了，大嫂她的定位器显示在江里。”顾诗嫣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：“我会告诉傅哥，他一会儿有重要的事，你别打电话来打扰他。”挂断电话后，顾诗嫣激动的手都在颤。太好了，宋青瓷那个贱人终于死了，傅哥是他一个人的了。你动了我电话。男人阴冷的声音响起，他手里还握着止痛药。顾诗嫣身体一僵，傅默生为人谨慎，最讨厌别人碰他隐私的东西。对不起，傅哥，我怕有什么急事，所以才帮你接了。傅默生盯着他看了许久，才开口：“下不为例。刚刚兄弟们说他们找到嫂子了。”傅默生松口气，打算回拨过去。顾诗嫣一咬牙，掐了伤口一把，脖梗渗出大片的血。啊，傅哥，我好痛啊，救救我！傅默生把手机放兜里，立刻去按急救铃。顾诗嫣的哭声让他有些心烦意乱，不知为何心里莫名的慌，满脑子都是临走前宋青瓷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眸。顾诗嫣上完药后，傅默生去走廊给宋青瓷打电话，这个时间想必他已经回家了。直到电话自动断开，宋青瓷都没接起，傅默生打了99遍，都是这样。宋青瓷应该是在生气，竟然敢不接他电话。傅默生有些恼火，他真是越来越不乖了，该冷落一下，让他好好反省。
傅默生抽了几根烟，返回病房时，顾诗嫣还在睡觉，他眉头紧皱，两行泪从眼角流出。傅哥，我爱你，求你别离开我。傅默生心中一软，抬手擦干他的泪，也惊醒了女人。顾诗嫣紧紧抱住他。傅哥，我做噩梦了，梦到你离开我了。傅默生的手顿住半空。对不起嫣嫣，咱们的1年之期已到。我不要。顾诗嫣泪眼汪汪。我保证不跟嫂子抢位置，只是想留在你身边，你偶尔来看看我，我就知足了。傅哥，我甘愿做你的地下情人，咱们继续维持这种关系，好不好？傅默生眼中闪过挣扎和犹豫，想到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爱他爱到如此卑微，最终他回抱住顾诗嫣。好，但是你不能让慈慈知道，以后你尽量不要出现在她面前。顾诗嫣极度地咬紧牙根，但转念一想，宋青瓷已经死了，死人是争不过活人的，随即他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这3天，傅默生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守着顾诗嫣，但同时他命令手下精心准备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几十万朵玫瑰从法国空运来，全都染成宋青瓷喜欢的渐变蓝色，用琉璃打造的2米高的高跟鞋放在会场中间，里面装满了各大奢侈品衣服和包包。旁边的钢琴名家演奏着宋青瓷最喜欢的钢琴曲。傅默生赶往现场时，注意到城南的江边围了几辆警车和救护车，好像打捞出了什么，但他没有多看。他想快点去现场，快点见到宋青瓷。他的火气已经消了，他告诉自己，只要一会儿宋青瓷跟他说软话道个歉，他就原谅他。怕影响纪念日的氛围，今天他特意不准顾诗嫣过来。由于堵车，他迟到了半个小时，可赶到现场时，发现宋青瓷还没来。时针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可大门依旧紧闭着，根本没有人从外面把他推开。傅默生心里越来越不安，攥紧的手心开始冒冷汗。就当他要给宋青瓷打电话时，大门被轰然推开，一道白色的影子缓缓走了进来。慈慈，傅默生下意识就要迎接上去，待看清来人时，脚下的步伐突然顿住。几个身穿丧服的工作人员抬着一个担架走了进来，尸体上盖着白布，看不清面容。傅默生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身穿丧服的人抬着担架朝他走来。在他们越来越近之时，傅默生身边的小弟怒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敢在傅爷的结婚纪念日上撒野？不想活了？还不快抬着东西滚出去！”此时，傅默生也终于回过神，怒声道：“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，滚！”那群人对他的话却置若罔闻。为首的那人站出来，朝傅默生深深鞠了一躬：“傅爷，请您节哀。”傅默生皱眉，眯起的眼睛闪着危险的光。傅默生微微偏头，看清尸体的容貌后，眯着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手中的烟啪地掉到地上。慈。几个身穿警服的人走进来，话里满是悲哀。傅爷，根据调查，您太太是投江自杀的。瞬间，全场寂静，小弟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傅默生什么都听不见了，他不可置信地摇头：怎么会？宋青瓷那么爱他，把他当成全部的依靠，他怎么可能会自杀？警察拿出法医的检测报告，死者身上的伤痕表明，他生前受到过残忍的虐待和侵犯，这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。傅默生僵硬地低下头，死死盯着躺在地上的人，一身皮肤泡得惨白浮肿，身体上满是青紫红痕，甚至还有刀割的痕迹，皱在一起的五官上写满了痛苦，光看一眼就知道死前遭受了多么非人的对待。不，这不是他的慈慈。6年里，他一直把他的慈慈保护得很好，而且那天他明明警告过绑匪了，他怎么可能死得这么凄惨？所以，这一定是哪个仇家搞出来的恶作剧。傅默生吩咐小弟把3天前去找宋青瓷的人叫来对质。你不是说找到大嫂了吗？傅默生的眼神冷得想杀人。那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颤颤巍巍：“傅爷，是找到了，可是大嫂的定位器显示在江里。”傅默生愣在原地，一瞬间仿佛不会思考了。这时，警察开口：“傅爷，根据法医检测，您太太投江自杀的时间的确是3天前。”轰的一声，傅默生脑中闪过惊雷，几乎炸开。他猛地扑到尸体跟前，试图找出他不是宋青瓷的证据，可是看了好几遍，地上的尸体千真万确就是宋青瓷，因为他手臂里的定位器造不了假，那是自己亲手打进去的。傅默生不顾腥臭和脏污，把尸体抱在怀里，脸贴着脸，就像从前他哄宋青瓷一样。宝宝，这个玩笑可一点不好开，你别吓老公，睁开眼跟老公说句话，好不好？宝宝。可是无论他叫多少声，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寂静。傅默生不停地摇晃尸体，尸体开始往外冒尸水。几个抬尸的工作人员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敢来劝。最后是警察站出来：“傅爷，逝者已矣，生者节哀。当务之急是查出杀害您太太的凶手。”傅默生的瞳孔渐渐聚焦，恨意一点点充斥眼中。查。他跟警察交代了3天前的情况。警察走后，他吩咐手下务必在警方之前抓到人，抓到后带到我面前，我要把他挫骨扬灰。赶来的顾诗嫣恰好听见这句话，他身子一僵，联系不上顾佣兵后，他越来越慌。再三犹豫下，他打给顾父：“爸，我惹出点事，拜托您帮我评一下。”顾父听完顾诗嫣的描述后，气急败坏：“你又惹傅默生那个疯子干嘛？上次你打了他老婆，他非逼你去坐牢，还差点找人把我做了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”顾诗嫣想到那些往事，彻底慌了。这1年，傅默生对待她很温柔，以至于她忘了这个男人有多么可怕。顾父叹口气：“我会帮你把证据都清除，下不为例。”
我会送你出国，远离傅默生那个疯子。可他不想走。前些天傅默生表现得还很爱他，想必就算知道他杀了宋青瓷，也只是发火而已吧。顾诗嫣心中仍存侥幸。会场里傅默生抱着尸体，从天亮哭坐到天黑，又哭坐到天明，谁都不敢劝。傅默生整整3天3夜一动不动守着尸体。心腹走进来，递给他一杯水。傅爷，注意身体啊。傅默生没有接，哑着嗓子。找到凶手了吗？心腹摇摇头。废物，这么多弟兄，连一个人都找不到，我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心腹吓得跪地。傅爷，大嫂被绑架那天，所有的监控视频都被清除，连绑匪的信息都被人抹除，似乎有人刻意阻挠这件事。傅默生深思了片刻，眯起眼。顾诗嫣呢？把她带来。那天跟宋青瓷一起被绑的人，还有顾诗嫣，他也许会知道什么。傅默生抱着尸体回了家，门口放着宋青瓷最喜欢的粉色兔子拖鞋，沙发上放着他常用的粉色毯子，他的猫爪杯还放在茶几上，上面还有干涸的水渍。这个家充满了他的气息，仿佛一切都没变。但是怀中的尸体提醒着傅默生，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傅默生喉咙干涩，眼眶酸胀，一滴泪落到尸体的脸上。他想不通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明明几天前，宋青瓷还答应他一起过7周年纪念日，还让他那天再拆他的情书看。对了，情书。傅默生轻轻地把尸体放在沙发上，然后去找情书。他下意识上楼去了主卧，进来后忽然感觉一阵陌生，愣了一瞬，才想起他让顾诗嫣住了进来。宋青瓷早就搬去了地下室，怪不得这里没有宋青瓷的气息。傅默生3步并作1步下楼，冲进地下室，打开盒子，把情书捧在手里展开，只看一眼，他整个人如遭雷击。这哪里是情书，分明是宋青瓷写的遗书。傅默生，等你拆开这封信时，我大概已经不在了。哥哥和你是我最重要的2个人，可是哥哥被顾诗嫣杀了，你也不爱我了，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。自从去年你把顾诗嫣带回来后，我的抑郁症又犯了，每天被躯体化症状折磨得想死。你说等1年之期过去就好了，可是我等不了了，我们之间隔着哥哥的一条命，不可能回到从前了。傅默生，我没有骗你，哥哥没有伤害过顾诗嫣，是他陷害哥哥。我死后，如果你还念着我们6年的感情，请你查一下那日游艇上的监控吧。宋青瓷绝笔，泪水一滴滴砸下，落在白纸上，打湿了宋青瓷的字迹，晕染的墨迹犹如一片阴云，沉沉地压在傅默生心头。薄薄的一张纸，在他的手上重若千钧。原来很久以前，宋青瓷就不想活了。傅默生扭头看见遗书旁的药瓶，全都是抗抑郁的。看了眼旁边的服用记录，他的心疼得发颤。宋青瓷第一次发病是1年前，他把顾诗嫣带回来，告诉兄弟以后要把她当成大嫂尊重。第10次发病是10个月前，他扔下高烧的他去哄做噩梦的顾诗嫣。第20次发病是7个月前，他丢下刚出车祸的他去陪顾诗嫣出国旅游。第50次发病是4个月前，他为了顾诗嫣罚他在雨中跪了1夜。第70次发病是2个月前，他逼他撤诉。第100次发病是前几天，他为了顾诗嫣打他100巴掌。看到最后，傅默生心如刀绞。这1年，宋青瓷的抑郁症竟然发作了整整100次，可是他竟然全都不知道。傅默生一拳砸进墙里，瞬间手上鲜血淋漓，可他浑然不觉疼痛，因为此时他的心更痛。来人，去调2个月前大嫂生日那天游艇上的监控，还有把这1年的事全都调查清楚。不仅是为了实现宋青瓷的遗愿，他也要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1个小时后，顾诗嫣被带来，傅默生转身，眼神锋利如刀。你敢欺负此次？顾诗嫣浑身一激灵，她强装镇定，哭着摇头。傅哥，我怎么敢欺负嫂子？一直是他欺负我，他有受迫害妄想症，他遗书上写的东西都是他臆想出来的，不是真的。他连找男人出轨气你的事都干得出，还有什么干不出的？傅默生眉头紧拧，抿住唇。顾诗嫣太清楚他的软肋，眼中闪过得意，还想继续狡辩。这时小弟跑进来喊道：傅哥，大嫂有东西送来别墅，点名说是给你的。几乎是下一瞬，傅默生冲到门口，身形快得像一支箭。他激动地接过包裹，心中不断在想，是不是宋青瓷没死？可拆开后，只看一眼，瞬间他脸色煞白。是一份亲子鉴定，上面显示宋青瓷流掉的死胎和他的血缘关系是 99.99%， 具有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想到他叫人打掉孩子的那天，宋青瓷哭喊道：傅默生，你会不会后悔的？他却说：留下他，我才会后悔。可现在他以为是野种的孩子，他亲手杀死的孩子竟然是他的亲生骨肉。手中的纸掉到地上，傅默生踉跄着后退，追上来的顾诗嫣扶住他。傅哥，你看了什么？怎么连站都站不稳了？这时调查回来的手下抱着厚厚的文件袋，他看了一眼傅默生，又看了一眼他身旁的顾诗嫣，迟疑道：傅爷，你要现在看吗？没等傅默生开口，顾诗嫣抢先打断：看什么看？没看到傅哥身体不好吗？他要先去休息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。傅默生推开他，拆开文件袋，越看脸色越凝重。手下站到一边，丢给顾诗嫣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。顾诗嫣不明所以。傅默生忽地抬头朝他一笑，随即猛然把文件摔在他脸上。
锋利的纸划出道道血痕，如雪花般纷飞的纸张间，映出顾诗嫣惊愕不已的脸。傅默生厉声道：“你究竟是哪里来的胆子，竟敢这样欺负陷害我老婆？是我之前给你的好脸色太多了吗？”顾诗嫣飞快地扫过地上散落的文件，还好她没查到宋青瓷的死也跟自己有关。顾诗嫣红着眼装可怜：“对不起，傅哥，我都是太爱你了。”傅默生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恶狠狠问道：“是不是你杀了我老婆？”顾诗嫣哪敢承认，拼命摇头，脖子上的力道却越收越紧。顾诗嫣男人眼中的杀意让他心惊胆战，用力去掰他的手：“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的恩人。”可刚出口，顾诗嫣就后悔了。傅默生最恨被威胁，果然，下一秒，顾诗嫣像破布袋子一样被狠狠丢在地上，凄厉的惨叫声连连。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是直觉告诉傅默生，宋青瓷的死一定跟顾诗嫣有关。正当他要审问时，小弟气喘吁吁冲进来：“傅爷，警方在大嫂的遗物中发现一枚纽扣摄像头，里面的视频记录了凶手是顾家的雇佣兵。”话音刚落，傅默生凶狠的目光瞪来，顾诗嫣如坠冰窟，男人的声音冷得仿佛来自地狱：“来人，给我送顾大小姐上路。”顾诗嫣看着围过来的小弟，一改柔弱，打算殊死一搏，恶狠狠抬头：“傅默生，你不能杀我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傅默生勾唇一笑，唇角带着无尽的残忍：“顾小姐已经被顾董送出国，你跟顾家有什么关系？”顾诗嫣一愣，随即瘫倒在地。他本来马上要到公海，傅默生派人找过去时，他心中还对傅默生抱有一丝幻想，所以瞒着爸爸跟着回来了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听爸爸的话就好了。傅默生眸色狠厉：“把他舌头割了，送到黑市的地下酒吧去。”傅默生残忍一笑：“还有，把脸毁了，这样你爸爸永远都找不到你了。”顾诗嫣猛地抬头，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：“不，我是大小姐，我不能去那种鬼地方。”都是圈子里的人，他深知进入黑市的女人生不如死。傅默生清除他的软肋，他高高在上惯了，他就是要把他踩入尘泥。顾诗嫣不甘地嘶吼：“傅默生，害死宋青瓷的人是你才对，要不是你的纵容和偏袒，我怎么可能伤害到他？对不起，宋青瓷的人是你，该死的人也是你。”傅默生不再看他，径直上楼。曾经顾诗嫣不要命地替他挡刀，卑微求爱的模样让他心软。他给了自己1年时间，允许自己对宋青瓷的爱有片刻的游离，却没想到竟然引狼入室，害死了挚爱。现在他解决了顾诗嫣，可他的慈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去书房查看纽扣摄像头里的视频，真相身临其境地呈现在眼前，犹如钝刀捅进心脏，疼得剜心。傅默生想要阻止过去的自己，却无能为力。他抄起椅子砸碎电脑，画面消失，可过去的事情已成既定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傅默生把主卧里顾诗嫣的痕迹全都清除，把宋青瓷的东西一一摆回去。一个护身符已经发旧，那是5年前他中枪昏迷了3天3夜，宋青瓷跪了9999阶台阶替他求来的。一对写着他们名字的瓷娃娃，那是3年前宋青瓷去瓷窑待了1个月，亲手烧出来送他的。家里的一切都与从前别无二致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那个他想共度一生的人被他亲手弄丢了。傅默生命人把参与设局陷害宋青瓷的人全都打断腿扔到黑市当狗奴，他亲手替他报了仇，却开心不起来。他整个人似乎也跟随宋青瓷一起溺死在了江里。他不肯给尸体下葬，存放在冷库里。他每天待在里面，抱着棺椁低喃。他一遍遍看纽扣摄像头里的视频，只有那里才能看到鲜活的宋青瓷，可看到的全是他对他的伤害。他好后悔，后悔把顾诗嫣带回来，后悔从来没信过宋青瓷。为了惩罚自己，即使心如刀绞，他也反复观看视频。视频里受折磨的人是宋青瓷，视频外受折磨的人是他自己。1个月后的某天，摄像头坏掉了，傅默生疯了一样喊人：“快去修！”修好后，他视若珍宝般的打开，没想到意外看到了被删掉的后半段。傅默生先是一愣，再是凝重，最后化为狂喜，瓷竟然真的没死。傅默生终于走出冷库，眼中闪着明亮的光，他一定要找回宋青瓷，哪怕付出一切。1年后，意大利宋氏甜品第5家分店剪彩，老板宋青瓷亲自主持，下面人山人海，蜂拥而至争相购买。看着蒸蒸日上的事业，宋青瓷欣喜地笑了。1年前他还在富家夹缝中生存，1年后他已经有了全新的人生。曾经傅默生压力大，他自学烘焙去帮他解压，没想到有一天这个手艺发展成了他的事业。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，几个小流氓来闹事，还没靠近就被藏在附近的打手打了出去。有人沈笑，真是不知死活，敢来沈哥的地盘撒野。就是谁不知道宋老板可是沈哥放在心尖上的人。一阵轰鸣传来，黑色机车像闪电一样停在宋青瓷面前。一身黑色皮衣的沈之让迈着长腿朝他走来，他摘下墨镜挂在领口，大手替宋青瓷拂开遮挡眼睛的头发丝。对不起，青瓷，城东遇到点麻烦，我来晚了。宋青瓷看到他袖口未干涸的血迹，不禁拧眉。你怎么亲自动手了？沈之让握住他的手，抹平他心头的担忧。唉，谁让那个不长眼的敢在背后议论你？1年前傅默生爆出的黑料传播甚广，意大利也有所耳闻，有人认出了宋青瓷，在酒吧调笑了他几句。当晚沈之让就把人狠揍一顿，第2天直接买下那人的公司，然后把他开除。此后见他一次打他一次。宋青瓷微微一笑，笑容云淡风轻。
你别放在心上了，那些事儿我都忘了，都过去了。他没有骗沈之让，他是真的不在乎了。1年前，他假死来到异国，语言不通，没有熟人，本已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。是沈之让耐心陪伴他，帮他适应意大利的生活。为了能更方便照顾他，沈之让把总部从英国迁到了意大利。宋青瓷想开店，沈之让就用尽资源去帮他，后来更是替他保驾护航。他店铺所在的街区，连老鼠都不敢放肆。男人的温柔和偏爱渐渐让宋青瓷从过去的伤痛中走出来，也渐渐让他怦然心动。他决定开始尝试新恋情。不堪的过去从不是困住他的泥潭，而是他走向新生的奠基。沈之让牵起宋青瓷的手，两人漫步在梧桐的落叶之下，夕阳的余晖洒在脸上，平添了几分浪漫的暖色。宋青瓷指了指远处的橱窗，之让哥，我想要那个兔子玩偶，最大的粉色的那个。沈之让二话不说刷卡，单膝跪下，把礼物捧给他。送给我最爱的公主，请收下。宋青瓷喜笑颜开，亲了亲他的侧脸。如今他的抑郁症彻底好了，整个人也活泼开朗许多。俊男美女并肩走在街道上，画面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这一幕被站在阴暗拐角处的一个人尽收眼底。傅默生几乎要把牙根咬断，他死死盯着前面的两个人。沈之让就是帮宋青瓷假死的人。手下告诉他，宋青瓷和沈之让在一起时，他根本不信，直到刚刚亲眼看见，他依旧难以置信。宋青瓷明明知道他和沈之让不对付，他怎么能找沈之让来气他？他接受不了，他一定要带走宋青瓷。宋青瓷回家后，特意朝外面看看，不知为何，今天总感觉有人跟踪他。沈之让去阳台打电话，看了看男人的背影，宋青瓷下意识安下心。他隐约听见生日惊喜等字眼，心中一暖。过几天是他的生日，去年哥哥死在他生日那天，从此他陷入了无休止的痛苦中。不过都过去了。沈之让亲自下厨给他做晚饭，没人能想象到在外面叱咤风云的大哥系上围裙围着灶台是什么样，可宋青瓷每天都能见到。刚来意大利时，他吃不惯西餐，胃口也不好，沈之让不眠不休跟大厨学中餐，成功抓住了宋青瓷的胃，让他离不开他做的东西。晚饭过后，沈之让有事先走了，宋青瓷照常出去散步，可刚出门就被一个人攥住手腕。那双压抑着复杂情绪的眼眸，既陌生又熟悉。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傅默生似乎怕眼前的女人又消失了，他力道极大，捏得宋青瓷的手腕生疼，疼得发颤。你弄疼我了，放开。傅默生连忙松手，才注意到宋青瓷的腕间已然淤青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见到你太激动了。宋青瓷心跳得厉害，他想过有一天傅默生会找来，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他逼自己镇定下来，压下那份平静被打破的焦躁。你离我远点。他拒绝的话语足够了。傅默生瞬间僵住了。老婆，是我啊，我好想你。他急切的话语忽然顿住，因为宋青瓷再没看他，面无表情转身离开了。傅默生穷追不舍，跟上去从后面抱住他的腰。老婆，你别这样，你假死后，我简直要发疯了。当初是我错信了顾时夜，是我错的离谱，我已经惩罚他了。我把他送去黑市，生不如死，欺负你的人，我都帮你报复回去了。求求你，原谅我，跟我回去吧。宋青瓷掰不开他的手后，不再挣扎，冷静了下来。只要他想找，便总会有这一天。逃避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问题，自己总得把话说清楚。宋青瓷猛地转身，傅默生顺势松开他，可下一瞬，他毫不留情把我推开。傅默生踉跄着后退好几步，险些摔倒。他委屈兮兮的抬眼，却看到宋青瓷眼中过分的平静，好像在他眼里，自己只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傅默生，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而且我也不想和你说话。宋青瓷的冷然让傅默生心中抽痛。对不起，之前伤害你是我不对，可我也是被顾时烟骗了。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，咱们之间都是误会。过去的事再提已经毫无意义。宋青瓷冷声打断他，你别再来找我，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。说完，他决绝离开。慈慈，别走，求求你。身后傅默生的叫喊让宋青瓷心烦，他都假死离开了，还不能证明决心吗？为什么他非要纠缠？砰的一声巨响划破耳膜，傅默生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机车撞飞，整个人撞在树上。沈之让摘下头盔，挡在宋青瓷身前，笑得张扬放肆。对不起，傅爷，我车技差，医药费我赔给你。傅默生狼狈地跪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吐血，而沈之让居高临下，眼中满是戏谑。慈慈，就算你恨我，也不该随便找个男人气我。沈之让瞬间不笑了，眼中闪着危险的光。宋青瓷上前一步，环住他的手臂，冷冷地看向傅默生。在我心里，之让哥比你好上1000倍万倍。他的话如同钝刀捅进傅默生的心脏，疼得他几乎要窒息。慈慈最爱的人明明是他，他们从前明明那么好，他怎么会爱上别人？等傅默生回过神时，机车已经开远，他只能看见宋青瓷紧搂沈之让后腰的背影。宋青瓷飞扬的发丝拂过沈之让的脸颊，一路上风景迅速倒退，把所有阴霾和喧嚣全都抛在身后。青瓷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他带不走你。男人磁性低沉的声音如3月的春泉，让宋青瓷心里泛起暖意。之让哥，我没事，刚才事发突然，现在我已经平静下来了。跟傅默生说完那些后，宋青瓷的心里已经没什么波澜，但他知道傅默生不是轻易会放弃的人。沈之让显然也想到了这点，
他眸中闪过锐利，是时候该在国内给傅默生找点麻烦了。夜晚，天上下起了暴雨，宋青瓷去关窗，看到一瘸一拐的人影朝这边走来，扔掉拐杖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傅默生红着眼哀求：“慈慈，求你看我一眼，哪怕一眼。”自打10几岁起，他就没再跪过任何人，唯一的例外就是宋青瓷。可他的卑微并没有让宋青瓷心软，窗户猛地被关上，厚重的窗帘把内外隔绝。直到天明，宋青瓷都没看过他一眼。意大利下了7天大雨，傅默生就在这里跪了7天7夜。可屋里的宋青瓷正跟沈之让谈笑风生。之让哥，我又看中了一家店铺，在城北那里。好，我给你买。沈之让打电话跟下属交代了几句，突然正色道：“青瓷，要不要我找人把傅默生赶走？”宋青瓷不以为意：“不用麻烦，他想跪就让他跪着吧。”可沈之让不想看见他，他没有出动自己人，叫了几个流浪汉，告诉他们傅默生身上有钱，尽管去抢。傅默生被几10个人拖进了巷子，送到医院时全身都是血。沈之让笑笑去了医院。傅默生在睁眼，就看到沈之让微眯着眼看着他，笑得挑衅：“傅默生，意大利是我的地盘，你在这里就是待宰的羔羊，任我宰割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滚远点，我就不追究你的冒犯。”傅默生浑身都是绷带，一双眼眸却很厉，不甘示弱。沈之让，我只是想带回我老婆，你把我逼急了，大不了到时候鱼死网破。沈之让挑眉：“谁是你老婆？青瓷已经换了新身份，她跟你没有一点关系。”傅默生死死攥住拳头，沈之让做事滴水不漏。宋青瓷的改换身份经过他手，大概率自己和宋青瓷的婚姻关系已经无效了。傅默生喉结不停滚动，最终他放软语气，跟这个痛恨的对手低头：“我爱慈慈，不能没有她，只要你放她走，我愿意把国内的地盘割一半给你。”这个条件足够诱人，傅默生不认为他有理由拒绝。沈之冉突然笑了：“你当青瓷是交易不成？还有，你搞明白，不是我不放他，是他不愿意跟你走。想想你做的那些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跟他说爱？”傅默生恨恨地瞪着沈之让，嘴里快要咬出血。出院后，他再也进不得宋青瓷的身，因为沈之让派人24小时保护。1个月后是宋青瓷的生日，他买通门童溜进会场，舞台上大屏幕播放着宋青瓷的照片，直升机洒下玫瑰花雨，沈之让在漫天花雨中朝宋青瓷走来，单膝跪地：“青瓷，我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爱你，护你，尊重你。请问你可以做我的新娘吗？”宋青瓷的生日宴是沈之让精心准备的求婚现场，宋青瓷眼角含泪，毫不犹豫说：“我愿意。”我不同意。傅默生从角落的阴影中冲出，踢开一路的桌椅，站到宋青瓷面前，双眼通红，整个人都在抖。与傅默生的慌张不同，宋青瓷脸上只有残忍的平静，他甚至没往他这边看一眼。傅默生强忍心中的酸痛：“慈慈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”这时宋青瓷才扭头，眼中满是讥讽：“爱你？你对我哥哥的死不闻不问，你为了顾诗嫣杀死我的狗，把换孔水挣的我推下水，打我棍子，扇我巴掌，甚至任由绑匪侵犯我。傅默生，我凭什么还要爱你？你配吗？”傅默生当众跪下，嘴上却说：“都是顾诗嫣。”够了！宋青瓷不耐打断他：“他伤害我的底气都是你给的，罪魁祸首根本不是别人，是你才对。”自制如刀，捅得傅默生鲜血淋漓。慈，我。傅默生嗫嚅着，却说不出话，因为宋青瓷说的都是事实，他无法辩驳。对不起，我会弥补。他低垂脖颈。宋青瓷冷声道：“不需要，就算你把全世界都捧到我面前，也弥补不了。如果你真想忏悔，就余生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因为看到你真的很让我恶心。”傅默生还想说什么，沈之让一个响指，手下鱼贯而入，把傅默生拖了出去。沈之让做事向来果决，傅默生直接被遣送出境。回家后，傅默生一言不发，跳进池塘，任由自己沉底。多亏管家及时发现，把他捞了上来，才没淹死。被救醒后，傅默生气若游丝，却吩咐管家：“请来家访，往我身上打。”管家愣住，迟迟不敢动手。快点！在傅默生的冷眼威胁下，管家不得不动手。他恍惚记起宋青瓷亲手替他缝了一条领带，手被扎了几百针，他却笑着说：“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不许摘下。”可后来和顾诗嫣上床后，不知道被他随手丢到了哪里。第二棍，他猛吐出一口鲜血。有一次他中了10几枪，奄奄一息。宋青瓷不眠不休守了他1个月，整个人瘦成皮包骨。可他醒来后，宋青瓷却没去休息，反而是第一时间给他煮粥喝。这么好的老婆，让他活生生给弄丢了。第3棍、第4棍、第100棍打下，傅默生皮开肉绽，血肉横飞。可他已经麻木，浑然不觉疼痛，因为失去宋青瓷的痛，比这痛上1000倍万倍。管家吓坏了，哭着哀求：“傅爷，真的不能再打了，再打您会死的。”傅默生咬牙：“不，还远远不够。比起他对宋青瓷的伤害，这根本就不够。”继续。他冷声吩咐，管家无奈，只好再举棍。傅默生死死咬着唇，不让自己叫出声。不知又打了多少棍，他终于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晕倒过去。他做了一个梦，
梦里他回到了1年前，他把顾诗嫣带回来时，宋青瓷哭着质问，他眼中满是悲痛和绝望。这一次，傅默生一把推开顾诗嫣，紧紧抱住宋青瓷，像是抓住了失而复得的珍宝。他的声音都在抖。老婆，我不会再放开你，永远都不会。宋青瓷依偎在他怀中，露出欣喜的笑容。可画面一转，刚刚还对他笑的女人，面无表情冷眼看着他，嘴中吐出绝情的话：傅默生，我不爱你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啊！傅默生大声嘶吼。不要！猛地睁眼，消毒水的味道刺入鼻腔，头顶的白炽灯刺得眼睛发酸。他躺在医院，傅爷，你醒了。傅默生脸上满是凄楚，2行泪从眼角滑落。他哑着嗓子开口：安排直升机送我去意大利。管家立刻起身：您现在重伤，不宜出远门。少废话，给你10分钟，安排不好你直接领工资走人吧。管家无奈，刚要出门，一群兄弟涌进病房。傅爷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有人举报他涉及不法交易，名下所有的产业都被冻结。在兄弟们进来后的不久，警察也找上门，傅默生被暂时限制行动了。他知道这是沈之壤的手笔，一出手就几乎置他于死地。他的产业大半被封，小弟们看风头不对，基本都跑光了。经营了20几年的事业一朝坍塌，但这些傅默生根本不关心，他满脑子都是宋青瓷。宋青瓷已经答应了沈之壤的求婚，根据小道消息，婚期就在3个月后。傅默生无比焦急，用尽手段去运作，终于在3个月后的最后一天被放出来。他迫不及待飞去意大利，10几个小时的行程，他始终没合眼，心脏紧张的几乎快要跳出胸腔。6年前，他如愿娶到宋青瓷时，也是这样紧张。婚礼前一晚，他紧张的一夜未睡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到天明。没想到6年后，他会以同样的心情赶往宋青瓷和别的男人的婚礼。另一边，意大利婚礼在玫瑰庄园举行，整个现场的布置耗资上亿，庄园内铺满了从法国空运而来的几10万朵玫瑰，每一朵都经过沈之让亲手挑选，按照宋青瓷的喜好染成渐变色。演奏的钢琴曲是他熬了5个通宵亲自敲定的，都是宋青瓷喜欢的。烟花定制成了宋青瓷最喜欢的兔子图案，会在最浪漫的时刻绽放出他的名字。沈之让甚至亲自试吃了所有餐点，连香槟的年份都挑剔再三。古老而悠长的钟声响起，牧师站到台上，浑厚的声音似乎从远方传来，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由于双方都没有父母，沈之让直接牵着宋青瓷的手踏过满是玫瑰花的地毯，走向正中央。宋青瓷的心跳得很快，明明是第2次结婚，却比第1次更紧张。沈之让与他十指相扣，轻轻捏了捏他的手，以示安抚。别紧张，有我陪着你。话虽这么说，宋青瓷却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一抬眼，看到他薄薄的嘴唇都在抖，全然不复平日里在小弟面前的那副胜券在握的模样。宋青瓷哑声失笑，明明他自己更紧张，还来劝他。不过男人的手掌温暖干燥，倒是让宋青瓷安心许多。他有些恍惚，6年前，傅默生也是这样，明明更紧张，却温柔安慰他。那时候，他以为会和傅默生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没想到他先变了心。心脏传来细密的刺痛，宋青瓷深吸一口气，将那个名字彻底从脑海中抹去。很快到了交换戒指的环节，牧师微笑着问道：沈之让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宋青瓷女士为妻，无论贫穷富贵？沈之让没等牧师的话说完，迫不及待回答：我愿意。宋青瓷女士，您是否愿意嫁给沈之让先生，无论贫穷富贵，疾病还是健康，你都愿意爱他，尊重他，照顾他，不离不弃，直至生命尽头吗？他刚要开口，庄园的大门被轰然打开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他不愿意。一道修长的身影逆光走来，踉跄的步伐碾碎了一路的玫瑰花瓣。宋青瓷缓缓回头，面无表情。傅默生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浸湿，脸色苍白的不成样子。他胸口剧烈起伏，像是狂奔而来，凌乱的西装上甚至渗出了大片的血迹。慈慈，他的声音沙哑至极。别嫁给他。在场的众人瞬间炸了，议论纷纷。这不是宋小姐那个渣男前夫吗？怎么还有脸来抢婚？就是，我要是他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傅默生不理会众人的鄙夷，径直盯着宋青瓷。可宋青瓷却移开眼不再看他，满眼都是身穿新郎装的沈之让。傅默生强忍心中的刺痛，哑声开口：慈慈，我对你做过的错事，我做了补偿。在众人的惊诧目光中，他缓缓解下衣服，露出里面纵横交错的伤口。慈慈，你应该能看出，这些都是家法打的。曾经我对你的伤害，我已经加倍报复在自己身上，求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宋青瓷低头把玩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，没有抬头，只冷冷地说：傅默生，一码归一码，即使你把自己打死，也抵消不了曾经对我做过的事。傅默生却像是听不懂一样，执着地盯着宋青瓷冷淡的脸。你是不是不满意我对自己的惩罚？那么亲自打。说罢，他冲上前想拉起宋青瓷的手来打自己耳光，却被黑衣保镖拦住，拖出3米之外。沈之让冷笑一声：打你会脏了我老婆的手。他的眼睛已经眯起，是即将发怒的表现。傅默生，是不是破产破得太轻了？还有功夫来我的婚礼上闹？傅默生被按跪在地上，他不理会沈之让的警告，直勾勾地盯着宋青瓷，偏执地问：别嫁给他。
他又重复一遍，小心翼翼捧起婚戒，就是他曾送给顾诗嫣的那枚，不死心地问道：跟我走，好不好？宋青瓷压抑着内心翻涌的情绪，他猛地抬眼看向傅陌生，眼中却一片冰凉。傅陌生，既然你想纠缠，那我就来仔细数数你对我的伤害。他一字一句像是刀子般剜进他的心脏。你不问是非，为了顾诗嫣出气，杀了我们养了6年的狗，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么狠心。你要我摘下婚戒给顾诗嫣，每次想起我都觉得荒唐。你查都不查就认定我出轨，我们6年的感情简直就像个笑话。你对我竟然没有一点信任，为了哄顾诗嫣开心，你给我打避孕针。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很想要个孩子，还有你因顾诗嫣的陷害打我200棍，弄没了我的孩子，你还扇过我100个巴掌。傅陌生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跟你走？说完，宋青瓷激动得浑身发抖，他上前抢过傅陌生手中的戒指，狠狠摔在地上。我说过，我不要二手货，背叛就是背叛，伤害就是伤害，根本弥补不了。傅陌生呆呆地看着他，心脏像是被人用尖刀硬生生剜出来，疼得鲜血淋漓。怎么会弥补不了？我会用一生去弥补的。宋青瓷眼中闪过不耐，不想再跟他多说，因太过激动，他的身体摇摇欲坠。沈之让及时扶住他，与他十指相扣。青瓷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保证余生我会加倍对你好，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暖流从指尖传入心脏，扫空了他心中的阴霾。宋青瓷坚定地对牧师道：请继续婚礼。傅陌生似乎被他这句话刺痛到，眼底的痛色瞬间转化为疯狂。我不同意，你们就别想结婚。宋青瓷心头一跳，涌上不好的预感。下一秒，保镖们冲进来高喊：沈哥，不好了，庄园外架起了99台大炮。傅陌生笑了，笑容带着毁灭一切的疯狂。慈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跟我走，还是我们一起死？宾客四散奔逃，作鸟兽散。眨眼间，庄园冷清下来。宋青瓷跌进沈之让的怀里，浑身发冷。沈之让在没人看见的地方，悄悄给心腹做了一个手势，心腹心领神会退下了。看着两人亲昵的动作，傅陌生心脏痛得犹如插了一把钝刀。他直直看过去，等着宋青瓷的回复。宋青瓷深吸一口气，死死攥紧手心才站稳，一步步走向傅陌生，眼中已然恢复平静。从前你爱顾诗嫣时，不惜为了她伤害我，现在你想追回我，又要伤害这些无辜的人。傅陌生，你永远都是这么自私。傅陌生捂住发疼的心口，笑容悲伤。从前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你的爱产生了游离，但是我保证，今后我会全心全意爱你一个人。还有，慈慈，爱本来就是自私的，如果我得不到你，谁都别想得到。傅陌生见宋青瓷不为所动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道：我们从前那么相爱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到从前？你想要孩子，回去我就跟你生，你想要几个都行。宋青瓷厉声呵斥，疾言厉色的模样是傅陌生第一次见。别说了。傅陌生愣住了，宋青瓷呼出一口气，缓缓松开紧攥的手指，眼中尽是他看不懂的伤痛。不会有孩子了。傅陌生下意识问出口。为什么？宋青瓷突然笑了，声音却嘶哑得像哭。因为我的子宫已经被你打烂了，子宫已经切除了，这一生我都不可能再有孩子了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啊，所以我宁愿死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。傅陌生如遭雷击，站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。同样愣住的人还有沈之让，没想到宋青瓷遭受的痛苦比他知道的还要多。他紧紧抱住他。青瓷，别想了，那些都过去，未来会好起来的。说完，他冷冷看向傅陌生，眼神骇人。这一年，青瓷做了多少心理治疗，吃了多少药，好不容易才忘记那些痛苦，你非要重新提起来。傅陌生，你真该死。傅陌生双眼通红，泪水不受控制流下，整个人都在打寒战。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对宋青瓷造成了终身难愈的伤害，他竟然从来不知。这一刻，他才明白他为什么会那么决绝，宁愿死也要离开自己。他对他的伤害是真的无法弥补啊！傅陌生抬头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说什么。如今好像说什么都是徒劳。傅陌生跪在地上，捂住脸，无声地呜咽着，泪水顺着指缝流下。他好后悔，是他亲手弄丢了他的挚爱，他好悔啊！这时，一群黑衣人涌入，对沈之让恭敬道：外面的99架大炮已全部撤离。沈之让松了一口气，看向失魂落魄的傅陌生，冷声道：现在我们的账重新开始算。傅陌生被按压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宋青瓷和沈之让完成了婚礼。这一天是傅陌生见宋青瓷的最后一面。婚礼结束后，沈之让以人身威胁为由把他送进了监狱。在沈之让的运作下，傅陌生以半个月审理的高效被判了20年。为了不让他好过，沈之让特意找了傅陌生的仇家进去。1个月后，监狱传来了傅陌生的死讯，他被捅了100刀，抢救无效死亡。死前浑身都是血窟窿，傅陌生却解脱般的笑了。在陷入黑暗前，他最后想，如果重来一次，他一定不会把顾诗嫣带回去，一定不会背叛宋青瓷。这样的话，和宋青瓷走到最后的人就会是他了。彼时，
宋青瓷正站在露台上修剪玫瑰，沈之让从身后给她披上风衣。晚上冷，别着凉。一个亲吻落在宋青瓷的唇上。宋青瓷想，不论将来沈之让会不会背叛，但此刻他是真心实意爱她的。这一刻有这一刻的自由，未来有未来的命运。宋青瓷踮脚搂住沈之让的脖子，加深这个吻。他要珍惜眼前人，